孩子留下来。当时我就没同意，因为在她怀孕之前，我们一点预先准备都没有。我怕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不健康，会给我们家人以及我们俩造成影响。然后我就劝她，让她把这孩子给做了。得了吧，你那是劝我吗？你那是逼我。我没有逼你，我只是给他看了一些夫妻双方生小孩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。你是那样干的吗？你说的真好听。照正常，你如果怀孕了，他是不是得特别高兴啊？他回家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老公我怀孕了，然后他先是瞪了我一眼，他说留了。我以为他开玩笑，我说我真的我没跟你闹玩。他说留了，当时我心都凉了。当时我真的就是这个心理，我就怕这孩子万一生下来之后真的是不健康，那样我也会受不了。后来我们商量好了之后，我就带他去医院把这孩子给做了。自从打胎之后，他完全就整个人就变了，真的是一点都不一样。你指的变是哪些变化？打完胎之后，然后我给他送回家给他安顿好了，然后我就跟往常一样，我去上班了，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。非得让我跟公司请假回家陪着他，伺候他，照顾他。后来那天我实在我也是受不了，我就把电话给静音了。等到我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一看我电话里边有好多未接电话，其中他给我打的就有40多条，然后还有我妈给我打的。当时吧我就挺纳闷了，我就跟我妈回了个电话，我妈接了电话，当时就给我臭骂一顿。她问我你跑哪儿去了？然后我妈说她给我妈打电话说我丢了，说我找不着了，然后失踪了。那我找不着你怎么办呀？你找不着我，你给我妈打什么电话？我妈心脏不好。你不接我电话，你妈你不接。我不想让她再继续折腾我家人。后来我也是迫于无奈，然后跟我们公司请了半个月的假，我回家照顾她。然后第一天买完早点回来，我就叫她起床吃饭。刚把她叫醒，她就给我臭骂一顿，说我没安好心，说我打扰她休息，说我折腾她。你6点半叫我起来吃早点，我做完流产我起得来吗？第二天我寻思我自己我长点记性吧，等她自然醒吧。等她醒了之后呢，又是给我一顿臭骂，说我没叫她起来吃早点，我怎么做都不对。你11点半多了叫我吃早点，你咋不晚上叫我呢？你晚上一起吃了得了，你省了。但是我不知道我几点叫，因为我害怕她骂我。然后吧，吃完饭之后，她说我刚吃完饭嘴里有口气，你下去给我买口香糖去。当时我们楼下就有超市，我说行吧，我下楼给买。但是她提的要求特过分。他说让我去离我们家差不多有3站多地的一家超市，并且还得让我把那家超市的小票给拿回来，证明我是在那家超市买的。我就去了。您知道他给我多少钱吗？给了我2块钱，车钥匙给我扣去了，不让我开车去，还不让我坐车去，让我跑着去。大中午的，我这折折腾腾的跑了3站多地，去给他买了一包口香糖，来回折腾我将近1个小时。就这样折折腾腾的到晚上了，也快睡觉了。我说洗漱一下吧。然后我就赶紧就给他挤牙膏什么的，我给他放到床边我说你刷牙吧。他又给我提个要求，他说孕妇不能自己刷牙，得你给我刷。我说好吧。但是我刚拿着牙刷给他刷呢，他说非让我用什么指数，当时我懵了。您知道什么是指数吧？让我用那个纱布把这个食指给缠起来，缠起来之后挤上牙膏代替牙刷给他刷牙啊。当时我觉得真恶心，我说你太恶心了。我没觉得恶心。网上就这样，又不是你第一个做的，也不是我研发的。行，但是我万一刷牙牙龈出血感染了咋办呀？当时我也是迫于无奈，我说我给你刷吧。我想着是把我祖宗赶紧伺候好了，我也就是该休息了。刷完了呢，跟我说身子虚，洗不了澡，让我给他擦，往床上一躺跟一植物人似的。还有更可气的呢，说是流完产之后也不能受风，空调啊、电扇什么都不让用，然后给他扇扇子。扇着吧，我确实也累了，也困了，我就睡着了。刚睡着，让他一脚就给我踹床下了。您都身子虚成那样了，你还有力气一脚能给我踹床下去？我缓了一会儿有劲儿了呀。所以这段经历可以告诉大家，男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呀。他坐完月子之后，我看他恢复也差不多了，然后准备接着回公司上班。可是他不让我去。那天早上我就偷着跑出去了。等我一到单位呢，他在我门口呢。他说我来给你辞职来了。当时我挺恼火的，我说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想去上班吗？我不去上班我干嘛呀？然后在我单位守那些女人吧，在我们单位又哭又闹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他就是因为我的工作，我是做夜场销售的，他就是一直不放心我。我觉得他就是想去找那些女人，他所谓的那些。我找什么女人啊？我身边的朋友都是我的客户。主持人，你知道吗？
在我们好的期间，他跟2个女人发生了关系，而且那2个女人都给他堕了孩子。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。他说的是事实吗？是。这事儿你是在哪个阶段知道的呢，姑娘？是在你怀孕前还是？怀孕前。为什么我要怀孕？这就是原因。我想跟他结婚。不是你傻呀？他都那样了，你还要跟他结婚呢？因为我也舍不得这份感情。不是你们俩感情好，他是这样的，主持人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我承认，你就算是出过2次轨吧。第一次呢是我一个女客户，总去我这喝酒唱歌什么的，然后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悉了。哎，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，咱这出轨过程就别说了，你是想说无意出轨是吧？确实是无意的。好吧，我特内疚，然后人女孩也没纠缠我，她就是我一客户，后来她自己把孩子打了，我们之后再也没联系。然后我一直心里边就有一疙瘩，我觉得我特对不起她，然后就每天基本上就喝点小闷酒什么的，我就想找人倾诉一下，可是连倾诉的人都没有，我不敢跟她说呀，说了之后她不得抽死我呀。所以第二个逻辑就是第2次出轨是因为郁闷的时候。对，郁闷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第2个女孩是我的一网友。通过上网认识了，私底下然后也一起出去几次，然后把这些情况都跟他说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女孩也就是挺单纯的，应该是没谈过恋爱。那你也下得去手？我是后期发现的，然后我也不想再伤害那个女孩，然后我就想渐渐的疏远她，也不能一下跟人断了。也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她突然就给我打电话说她也怀孕了。哎，后来我说怎么可能呢？就这细节就别说了吧。哎呦，你自己说的，你不觉得？我都替你脸红。那你干嘛还要有他的孩子？你不是孕前就知道了吗？他给我下跪了，求我了。因为当时我真的特别爱他。你们不能用这种态度啊！我承认发生过这些事之后，他也提出跟我分手。当时我也确实特爱他，然后我就一直求他原谅我了呢。之后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他就怀孕了。来，姑娘，我问你几个问题吧。他一直在强调说，不知道他怎么就怀孕了。这个事件好像在他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抹不去的东西，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？这个是我有计划的，因为我想有个孩子以后，我可以拴住他了，然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。然后我不想让他在那上班，我想让他回我老家，我就这样想的。既然这么坚定，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把孩子就要下来呢？他给我看一些图片，畸形儿的图片，我不看，我害怕。然后他又在公司给我发过来，发手机上。我也搜集了一些资料，行，有个这方面的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现在是想分手对吧？对。为什么分不掉呢？如果跟他分手，他跟我要死要活的，然后我的手机里所有的微信啊，然后陌陌之类的，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我删了，包括我的银行卡密码什么都给我改了。真的，他很多过激行为。有一次。是我一10多年的好朋友，我去给他过生日，他给我发了一个他割腕自杀的一个图片，当时我有点懵了，给他打电话关机了，我赶紧打120去我们家，然后我这边我就赶紧跟我朋友说一下，我朋友一会儿跟我回家了，回家之后，你知道他干嘛了吗？他在那上网呢，涂的是红药水，还有一次他说他喝了一瓶安眠药。总是这么吓唬我。我不这样你能回来吧？那你说你聚会你为什么不带我呀？我给你丢人啊！我带不出门啊！就是我每天就是必须的，形影不离的，我必须得陪着他，就根本就不让我出去，包括我出去工作干什么都不行。以前这样了吗？哎，姑娘，我问你啊，都这样了，为什么非要跟他在一起？现在我都这样了，你说我能嫁别人吗？现在我求你了，我愿意把我的全部积蓄都给你。主任，真的，我的名下还有。因为我自己有一部车，还有几十万的存款，我想全部的都给他。我只是想求你跟我俩分手，好吗？你还算个负责任男人吗？你把咱俩的感情用钱来衡量。现在再问你啊，就离开他，你一定会死是吧？不离开他，我也会被他折磨死。好吧，听明白了。你以前怎么不这样？你以前还不这样呢？我现在生不如死，我每天都在做噩梦一样。如果不离开我，我肯定会死。太偏激了，要解决问题不能这样啊！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对他们这一对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听完你们的故事以后啊，我觉得这个男的就是一个骗子，遇上了一个傻子。为什么呢？男嘉宾，你骗的是他的青春，骗的是他的爱情。你傻的是相信一个骗子的爱情，没有结婚怎么能怀孕呢？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我觉得掉了一个个儿，男的变成傻子，女的变成疯子。傻子傻什么？你觉得你用你的全部积蓄来弥补这些东西，弥补得了吗？你疯什么？一哭二闹三上吊，
然后你就能换回他的真心，用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来作为代价。就算你没疯，你也在疯的路上。我已经快疯了。我觉得你是在用你的青春赌明天。假设你赢了，你跟着一个傻子，跟着一个骗子一起生活；你输了呢，输的是你的青春。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，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姑娘，就是她怀孕打胎之后的一系列的行为，她可能是因为有一股气无处发泄。但是呢，实际上不管你们俩之前感情有多好，在这个孩子出现之后，种种的迹象就表明，其实这位先生并不适合你，他并没有对你做出一个在关键的时刻该做出的一种行为。那其实这时候你是应该明白的，那你不能说我用一个孩子去拴住一个男人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明智的一个举动，因为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你，更重要，如果这个孩子真的出生的话，你们两个人就伤害了一个新的生命。你现在为什么放不开他？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，然后你觉得不能这么轻易的饶了他，但是你现在所有的行为是在惩罚自己。我现在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上，我劝一下这位姑娘，你还是应该想一想你未来是什么。人生的路非常长，并不要在这一个点上去拴死自己。我相信你未来会有很好的属于你的一个缘分出现的，你不要因为一个男人断送了你未来的幸福。有这么一句话用在你身上特别好。付出了1万块钱，它的价值是什么？1万加那1毛钱。你现在所有放不下的是你对他的那个付出，包括失去的那个孩子。你是想报复他，但是你同时也报复了自己。你把自己的好日子跟他一起，跟他同归于尽，你觉得值吗？听我们一句劝，跟他分手，然后你踏踏实实的开始自己真正的恋爱。女人们经常说10个男人9个花。那为什么男人花心呢？第一是动物性，是吧？雄性动物都想通过自己的繁衍让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大。第二，心理性，就是我能得到异性的青睐，哎，是我的魅力。只要女人喜欢我，就说明我牛啊。那女人们就会问，那男人都花心就没有好男人吗？有。男人花心和把它付诸于实践，它有很长的一段鸿沟。这中间有道德，有人伦。男人通过克制自己来达到一个洁身自好的作用。一般来说，能够节制自己的一些行为举止的男人，通常可以胜任很多角色。哪种角色交给他，大家都放心。比如说父亲、孩子、丈夫、领导，这种男人是优秀的，而他不是。女生说，那么男生花心了，难道我没有办法惩罚他吗？我就任由他胡来吗？所以就有了你这样的女人。我用惩罚我自己的方式，怀上你的孩子，以及天天折磨你的方式，来告诉你，花心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就是曲总所说的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但是这种惩罚有作用吗？既惩罚了你自己，而且还教了别人的丈夫，因为他肯定不想跟你在一起。
你交来交去，最后他还是会在别的女人手里。所以说，你惩罚一个花心的男人，你首先要搞清楚惩罚的目的。